我这边一用，你就晓得了嘛？也看得到身体也看得到嘛？也感觉到，你就算闭着眼睛，当我这样子，你也知道嘛？是不是这样？可是当我有稍动的时候，我有稍动，你不知道，比较快 ，yes，对，所以稍启动，用稍启动，它可以连接全身的任何一段。稍启动快，稍启动不容易察觉。来，我试给你看。当我这样子，我用后面启动，尤其现在腰胯，我这样要打你，我是用这个打你，你是不是很快就晓得了？我这边一用，你就晓得了嘛？也看得到身体也看得到嘛？也感觉到，你就算闭着眼睛，当我这样子，你也知道嘛？是不是这样？可是当我有稍动的时候，我有稍动，你不知道，比较快 ，yes，因为我动的是这个嘛，我动的是这个嘛，我这边都没有嘛，所以当我动这个的时候，你看它快啊，所以当我的手在这个地方，当我手要起来的时候，我会用这边，你就晓得了嘛。它又慢，它用的时间是1、2这么远，可是我的手在这边，我用稍动的话，我用稍动是这边。其他没有，我就是我就是这边，就是这边，听不懂？我会觉得用手的力量比较快，但是可以说没有这么重吗？因为重心没有重，我后面的连接上来就重了。哦，还有用稍的力量，主要是什么力量？主要是穿透力，穿透力。还有你用稍带起来后面的时候啊，你的整个连接它是可变的，听不懂？当你用后面的力量打的时候，你这个过程里面，你的姿态、你的架构是不可变的，听不懂？所以当你这么打，你不可变的时候，中间这一段你要掌控就不容易了。晓得吗？所以用稍，后来内家拳都用稍启动，我不是说全部都用它哦，是启动，就是这样子。一个是快，第二个是对方不容易察觉，第三个是过程当中我是松的，所以我的姿态是可变的。尤其是在近身的时候，晓得吗？我们很贴，很近。比方讲，当我这个样子的时候，我现在要打你，我现在打你，我如果用后面的话，我后面要这样子，起码要这样子，我才能使用后面吧。可是我用稍的话不用，我用稍的话在这边就打你，听不懂？我是在这边，我的启动是在这边。还蛮伸进去的。是啊，我不要太用力。你看我用的力量是这个，听不懂？所以稍的力量是这样子进去的，后面的力量打出来是一个面，打到你身体上面是一个面，一个面它就会从你的肌肉散开。所以你肌肉很厚的话，那个外来的力量到肌肉它会散开，打进去的就少。可是稍不一样，稍进去的时候，不是被你的整片肌肉吃掉，是那个点，晓得吗？所以它的力量就可以穿透你的肌肉。所以用这个打的时候是讲究一拳多少磅。所谓多少磅，就是要突破你那个外面的肌肉的那个扩散。我能够有多余的重量穿透你的肌肉打进去，我才要讲究我的拳有多重。稍的力量不用，听不懂？稍的力量讲的是力量的集中性 centered 跟尖锐 sharp force， 听不懂？所以它是不同的概
概念，所以它的练的东西就不一样了。你如果是这种，你练的是这种力量，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练强，你能够发挥出来的力量越大，人家受的伤害就越多。就像穿一个盔甲，你如果是用一个锤子去打那个盔甲，它一样受伤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必须要用一个锤子嘛，是不是？你用一个小棒子打没有用啊，晓得吗？可是我是穿透的力量，你穿盔甲，我是一支剑，你那个盔甲就没有用。所以用手的力量去打开吗？对，你一定要打开才有连接啊。所以要会用烧能够要能够动。那一般练这种的，它的烧不会动。所以为什么你们练这个烧会那么难？因为你们的运动习惯不是在烧，晓得吗？可是中国的从导引开始就是用烧啊，不然怎么叫导引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很多人练八段锦或什么的，那是导引术啊。可是你练出来是用这个，你是在用肩膀在做这个东西，那它就不是导引啊，它不是导引啊。你用这个，它在你肩膀就断了，你的手的动作到肩膀就断了，它不会进来啊，那就没有导引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导引啊、五禽戏啊这些东西，它是练内的，它都属于导引术。导引术一定要用烧的力，晓得吗？它才可以导嘛，才可以引嘛。所谓导跟引都是从外往内的啊，从前往后的啊，听不懂？啊啊，你问。就是你上次之前有跟我们讲，动作有往前，但是有一个力量也有往后，所以有对同线的。对，那样你往前的力量才有力量啊。我们在做导引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就是说，我说我这个动作出来，我这个动作关联到肺，我要导引到肺去。可是你不能整个都一起出来啊，那这个牵引就没有力量嘛。我们所谓牵引有力量，是要一个地方是稳定的，然后你做牵引，这个牵引才有张力嘛，它才可以影响到我要牵引的地方嘛。如果都是同一个方向走的话，就没有牵引了，因为它没有张力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做很多牵引的时候，比方讲我这个，我说它要到肺。我这个伸展，我必须到有一个地方，我牵引到一个地方，其他的地方我必须要有一个往后的力量拉住它，是不是？我们往上的，你必须要下沉，要有一个往下的力量。我这个到心脏以下，横膈膜这个地方，我要往下沉，这个牵引力才会到这个地方来嘛。你如果是这样子，一直起来，它不会牵引啊，它没有牵引力啊。听不懂啊？所以你们刚才练的这个，我说你先要有后面，你后面拉住就定位了，把你这个延伸力定位了。你前面延伸的时候，它有一个方向性的，跟一个张力出来了。你没有，你如果先走前面一走，后面跟着，这个张力就没有了。听不懂？所以你看，我先走后面的同时，前面出来，后面的同时，前面就出来了。这个东西，这样懂吗？啊，所以讲明白了。其实也就是这个样子，
它不难练，它不难练。不好练。不好练是那个习惯，因为我们没有使用过它。你没有使用过它，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去操作它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小孩子为什么快？因为小孩子那个习惯性短，他的习惯性还没有建立起来，一开始就教他这样子去动，这样子跑，这样子跳，就成为他的习惯了。所以当这个成为他的习惯了以后，当他长大会了，他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稀奇，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难。所以我师父以前在教拳的时候，他常常讲，这也要教啊。我说你没有教我这个，他说这也要教啊，因为在他们认为这个是自然会的啊，自然会的东西还要我教吗？这是他们的观念嘛，因为他们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了。对他们来讲是自然的，对我们来讲是不自然的。我们要重新建立这个习惯，晓得吗？所以难嘛。那你们都晓得啊，改变习惯是最难的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困难点是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现在是去学习另外一种使用身体的方式。啊，另外一种使用身体的方式啊，它适用于这种体系，跟这种的功能。你说肌肉男就没有适用的地方吗？当然也有啊，是吧？啊，就是说我们练这个东西，它是根据这个身体的操作产生的，那我们就要用这种身体的操作方式来理解它，来练它，否则你就理解错了啊。好，这个自己去练，还有半小时，再练一下三手。